国跟以色列现在感觉出现了裂痕，有没有听到那个碎裂的声音？那到底呢？美国以色列如果盟友关系出现裂痕的话，会怎么影响到伊朗的协议？会怎么影响到金融市场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爱恨情仇啊，如何牵动我们的荷包，好不好？最近呢，如果你在金融市场投资的话，你一定要关注中东的一个状况，看看呢到底美国跟伊朗谈的如何，然后以色列又如何作妖。好，那你就要说了，哎呀，到底他们这个歹戏拖棚，我们还要管他们吗？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带大家来聊聊，说到底现在进展如何？好，那最近呢有一个新消息啊，很好的诠释了美国跟以色列之间错综复杂的一个情感纠葛哦。好，那什么事情呢？就是美国的《纽约时报》啊，它披露了一则消息，这个消息很内幕。从五角大厦透露出来的，美国的国防部五角大厦说啊，他们最近呢把这个间谍威胁的国家啊。以色列，你就觉得啊，这个居然美国心中以色列是一个会对他们有间谍威胁的国家。那你通常会觉得说，敌对国家，美国心中那个敌对国家，不就应该是俄罗斯吗？不是应该是中国吗？不是应该是北韩吗？怎么会在美国五角大厦的情资当中，他说现在啊已经被升高到最高级的威胁的？是以色列。好，他说以色列呢对美国有非常严重，已经被拉高到最高等级的间谍威胁。什么意思？那你就要定义一下什么叫间谍威胁，就是在美国当中潜伏很多以色列的小间谍。好，这些小间谍呢会偷取美国的一些机密情报。所以呢，他才把他的一个层级拉到最高，然后甚至呢，五角大厦还有一个名单哦，说现在呢被监听、被这个情资锁定的对象啊，包括了。谈判代表现在呢，美国派去跟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叫威科夫，另外呢还有这个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文官最高阶的文官啊，就是这个国防部的次长，政策次长叫做科伯吉，另外还有一个在美国白宫当中专门负责中东政策的一位要员，叫做迪米诺。好，这三个人都被这个情资啊，这个锁定说，哎呀，他们被以色列监听啦。那当然不止他们嘛。现在呢，我们看到五角大厦之所以会把这个所谓间谍威胁拉高到最高等级，一定他手中有些什么嘛。但是呢，手中有些什么，跟他要不要对外透露，那又是两回事喽。所以呢，现在啊，这个五角大厦手中知道以色列你在监听我们的官员，然后呢，他又把这样的消息释放出来。感觉就是要告诉以色列 ，I'm watching you，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要不要这个给我克制一点，好不好？好，那于是呢，这些事情啊，有时候你在观察国际新闻的时候很有意思哦。你除了说，哎呀，你看我又看到什么八卦，哎呀，你看看我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机密。你要知道，机密之所以为机密啊，就是它不能告诉你，对吧？那有一天，当你都知道了，媒体都写出来了，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了，那就不是机密了。那不是机密，它怎么会从机密变成不是机密？中间要有一个人说出来，那中间那个人说出来呢？哎呀，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所以你就看到了美国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消息释放出来，他就是在警告以色列。好了，那你说美国跟以色列啊，你这巴迪耶，好兄弟耶，对吧？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啊，这个好的不得了，同穿一件裤子嘛，是吧？当初是这么说的嘛。那怎么现在感觉好像有点不是那个味道了哦，有一点走味了。那当然是因为在中东，在伊朗这件事情当中，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已经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了。现在呢，对于川普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控制这样的冲突，找一个楼梯赶快下来。这场仗打太久了，之前呢就有情资啊，说这个川普私下透露说，哎呀，被这个纳坦雅胡给诓了，被骗了。纳坦雅胡骗他说这场仗很简单，伊朗这个软柿子一捏就搞定，然后呢我一下子就搞定他，就很像委内瑞拉抓人家总统一样，对不对？就冲进去抓出来，搞定，结果呢怎么搞不定啊？这个伊朗啊，感觉铁板一块啊，搞到现在都几个月了，搞不定啊。那对川普来讲，这件事情就
没道理了。川普是什么？是商人啊，在总统之前，他是个商人，所以做任何事情呢，他要摊开成本来好好算一算，看看成本，看看获利，看看我要不要做这件事。好了，当初纳坦雅胡怎么告诉他的？成本很少啊，你进去搞定出来，然后利益很大啊，对吧？我就是展示，你看我美国好棒，对不对？依旧很厉害，中东依旧是我说了算，伊朗你是中国的小弟，我手指头就捏爆你，对吧？结果呢，不是这样的嘛，对吧？搞到现在都几个月了，我的成本一直在垫高，不，那我的利益呢？本来人家觉得你好威哦，对吧？我就进去出来搞定这一切，结果现在进去陷入泥沼，搞不定。那我的能够得到的获利，我能够得到的那个 reputation，一直跌，不对了嘛？商人总统。不 OK 的嘛，所以要赶快解决。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啊，这个美国比较急于赶快跟伊朗谈出一个这个所以然来看，谈出一个协议啦。不管这是什么协议，停战好不好？驻守好不好？就这样打住。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不是的。以色列呢，是伊朗是这个深仇大恨，我家门口的一个很可恶的恶邻居，直接的敌人。所以呢，对以色列来讲，是我要打你，我就是把你打到完全没有反击的力道。那对美国来讲不是啊，我就打到差不多就好，干嘛把你整个捏死呢？以色列说不，我最好把你们整个赶尽杀绝。所以两个人已经走上不同的路了，所以你才看到了，当两个这个国家呢都在看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有什么间谍威胁，我有什么好监听你们，对不对？你干嘛你会告诉我啊，是吧？那为什么我要去监听他呢？肯定是以色列觉得你们背着我，到底想跟伊朗达成什么协议？我要知道。川普告诉他的，我不相信。纳坦雅胡说，我不相信川普告诉我，他一定在做些什么我不知道的，所以他要去监听人家嘛。所以你看他监听他们，然后监听他们的一个会议，然后偷偷呢这个潜入人家的这个电子信箱，看看人家到底做出什么样的伊朗决策。好，这件事情也不奇怪，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记得2021年那个时候爆发出来的，以色列呢有一个这个飞马这个间谍软体应该是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间谍软体它可以这个潜伏在你的手机里。然后呢，据说他监听的一个名单5万个人之多，连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都被他监听。然后呢，他总共监听了，据说有3个总统、10个总理之类的，哇，都是政府高层。然后监听的国家也非常多，中东国家都被他监听完了，欧洲国家也被他监听完了，连这个巴基斯坦也被他监听了，还通通都监听好了。那个时候大家说你很可恶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那当然以色列会出来否认，然后说没，他说我只监听那种恐怖组织，那我只监听那种重大犯罪，他很可能会变恐怖攻击、恐怖分子，我只监听这些。但这些事情你信吗？我们是3岁小孩嘛？那你要广泛监听啊，我才知道这个人是恐怖分子，那个不是啊。我不通通都监听，我怎么知道这个人会去犯罪，那个人不会呢？他就通通监听嘛，所以他5万个名单嘛。好，所以呢，这以色列监听人家也不是新闻嘛，对吧？就是马克宏都被他气到换电话了嘛。那你川普先生，你要不要换个电话不然人家监听你哈。好，那当然呢，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就可以联想到现在的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已经开始立场出现了差异，所以呢，就开始有一点走上不同的路。走上不同的路呢，哎呀，那就出现了冲突。所以你看到最近还有一个消息是，川普不是讲吗？我打一通电话，这个暴骂纳坦雅胡，就是你叉叉的叉叉叉，就是我们不好意思爆粗口，我们是你知道我们淑女嘛哈，啪骂他，然后还讲说大家都讨厌你，然后骂纳坦雅胡，他说你不是我的话，你现在在监狱里，你叉圈，然后骂一大堆，然后纳坦雅胡就听，OK， 好，那当然呢。这些事情又很奇妙了。打这通电话呢，不是只有川普跟纳坦雅胡吗？还是说你用扩音，全世界都听到啊？怎么会有你连他骂他叉圈，全世界都知道了，新闻写那么大了，对吧？那也是川普有意为之嘛，警告以色列说，我现在对你很不满意，你到底还在干什么？我在跟伊朗，这个要谈判了，我们要赶快结束这样的一场战争了。然后你还在对黎巴嫩、对真主党动手，你就是挑起那个战争，你就是不想让这场战争落幕，所以川普很愤怒嘛。但其实呢，这个美国总统暴骂这个以色列的领袖啊，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几十年前，1982年那个时候呢，角色互换。
一样是美国总统暴骂以色列的总理啊，那个时候美国总统是雷根，然后呢，以色列的领导人呢叫做贝金。好，那一样又是以色列去打黎巴嫩，然后呢，这个雷根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把我们美国拖下水啊，所以一通电话打起来说，你给我住手，你现在给我停战，你给我退出。好，所以呢，其实啊，你要说在中东啊，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是非常非常铁杆兄弟的盟友，但是在利益面前，还是利益比较重要，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特别呢是在现在的川普总统商人本色当中，又看得非常清楚哦。在美国的利益之前，你任何会动到美国蛋糕的事情，它都是不容许的。即便呢你跟我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好兄弟，不好意思，我们也是要割袍断、割裤断义，好不好？不跟你好哈。所以你看到现在川普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哦。在利益面前，川普不想要陷入非常冗长战争，他不想要多线进行。现在呢，我们看到摆在川普面前的还有结束不了的俄乌大战，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了中国现在呢对于这个台湾的威胁也没有解决嘛，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其中选举了，现在通膨又来了，荷姆兹海峡一直被封锁，他解决不了伊朗问题的话，油价一直暴涨，油价暴涨影响到通膨，影响到什么？是他的选票。所以呢，美国现在川普不要多线的一个作战，所以希望解决这件事情，现在就跟以色列开始出现了立场当中的分歧。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那这场仗到底怎么样可以解决呢？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真主党，真主党就是那个变数了。以色列一直要打真主党，那除了真主党他获得了伊朗的支持之外呢，伊朗本身看到了也是浓缩铀的问题，现在跟美国也没谈拢，到底这个浓缩铀要不要通通交出来？交出来之后是交给美国处理，还是他要交给他好朋友处理，交给中国，交给俄罗斯？浓缩铀到底有多少？他愿意交出来的是全部吗？还是他私底下要藏了一大堆？这些都是问号。再来一个就是荷姆兹海峡什么时候可以实质的开放？开放了之后呢，才会有油价恢复正常，通膨的一个这个预期心理往下降，然后呢，这个金融市场不要混乱，然后川普才会赢得他的其中选举嘛。所以你看到这都是一环扣一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美国希望赶快解决这件事情，以色列紧咬不放的问题。好，那再来我们就回过头来看，那如果到底中东的问题现在还如此焦灼，我们接下来的投资金融市场会怎么样演变呢？好了，两大重点，一个重点呢，就是你要看中东危机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解决，你就是要看到底美国跟伊朗怎么谈，美国能不能够管住他的小弟，管住纳坦雅胡，不要再一直动手哦。那这是一个你要观察，另外一个你要观察的是联准会的新任主席，就是华许。华许呢，他到底上任了之后，他的政策走向会是什么？你其实有点感觉到，你闻到那味道了哦。这个华许不想要惹恼川普哦，不想要跟这个鲍尔一样啊，这一开始就惹恼这个川普，然后之后就自己日子很难过。好，那华许呢，现在感觉有在铺路。好，怎么说呢？华许最近他有一番言论很有意思，赶快跟你分享。他这样说：过去呢，联准会决定要不要升息，要不要降息，他看什么？他看这个通膨数字嘛，看 CPI。后来呢，你看鲍尔喜欢看什么？鲍尔喜欢看 PCE。好，那鲍尔喜欢看 PCE， 那华许说，他说：哎呀，过去联准会都看 PCE， 那 PCE 呢，这个很高嘛，现在 PCE 我们看到在4月份的这个PCE 数字 CPI 数字大概 3.8 哇4哇很高。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3.84这样的水准的话，很可怕那个通膨开始一直往上飙，那往上飙要怎么办？要升息的那不行啊，是升息这金融市场会完蛋，但是川普会不高兴。所以呢，现在这个华许他这样讲，他说：哎呀，我们可以不用看 PCE 啊，他说我要看另外一个更贴近于这个真实的物价水平的一个数字。他说怎么看？他说他要看一个叫做结尾平均数。什么叫结尾平均数好，结掉这个尾巴那个感觉，结尾的平均数。好，那什么意思就是呢，1到12月的 CPI 或者是 PCE， 好，那各有一个数字。好，那这12个数字当中呢，它要掐头去尾，它要把那个极端的数字去掉。好，它去掉2个，那比如说这12个月当中有一个好高，有一个好低，我这2个去掉，然后其他中间的我再来取平均数。他说呢，这样可以消弭那个极端数字，然后让那个这个物价的数字呢归于一个平均，
一个常态一个状况哦，把那些非常极端的数字给去掉，哎，那就会比较平均。好，很像是我们看全红婵跳水有没有？然后跳水了之后就会有10.0、10.0、10.0，然后一个8.0，然后10.0、10.0，哎，那最后呢是什么？总共7个数字，不是也要截头去尾吗？去掉2个嘛，去掉2个极端最高最低的，然后中间的平均嘛，一样的意思哦。所以呢，你就看到他说要用结尾平均数，那什么意思？他就是想把这几个月油价很高的那个数字去掉啦，去掉了之后，哎呀，平均下来好没问题，我可以降息了。好，所以呢。去掉了之后，如果是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结尾平均数算出来的数字会是2.3，跟之前那个不要结尾平均数的将近4。2.3可以降息了啦，2.3他到时候再给你圆一个说，哎呀，差不多啦，已经接近那个联准会的目标2%嘛，对吧？那2.3啊，差不多可以了啦，可以降息，所以你都感觉啊，现在这个华许已经开始铺路了。到时候呢，他营造出一个，哎，你看我是拿这个数据，然后呢，哎，就可以降息了。哎呀，川普就高兴了，哎呀，川普高兴，他的日子就好过了。所以你看到了现在的联准会啊，有一点那个意味在，但是呢，你还是得要赶快把油价控制住吧。不然的话，你油价一直这么高，你再怎么结尾，那还是很高嘛。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哦，这个华许的一个动作，它接下来的政策走向，也是未来的金融市场会怎么演变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呢，统整一下，接下来的金融市场啊，到底能不能好好的、健健康康的？首先你要看中东的情势，看看川普管不管得住纳坦雅胡，跟伊朗之间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能不能谈定啊？荷姆兹海峡能不能重新开放？再来一个，你就要看华许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结论了哦。那当然，我们可以持续观察，来看看到底什么时候。这个金融市场可以有一个底定啊，那当然呢，这些事情目前看起来都还是未定之天，所以在一切都还没有确定的状况底下，其实观望也是一个好选择。等待也是一个好选择，你不用现在一把就要 all in 嘛，对吧？留一点现金在身边，到时候看看风向再来做一个投资的布局，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状况啊。好，那么这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中东情势如何影响到大家的一个投资策略，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拜。